解密健康密码，让生活更美好。步行作为一项最为便捷且基础的运动方式，对于人体健康有着诸多益处。相关研究表明，每周坚持步行一定里程，能使心肺功能在数月内得到显著提升。例如，心肺的摄氧量可提高10%至15%左右，新陈代谢速率也会加快，帮助身体更高效地消耗能量，排出废物，全方位为身体健康保驾护航。然而，不少人在日常行走时，会冷不丁遭遇膝盖发软、腿部无力的突发状况，那种瞬间的不适感，常常让人心里咯噔一下。而多数人第一反应便是怀疑自己缺钙，这种现象在中老年群体里更是屡见不鲜。毕竟，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对钙的吸收能力下降，钙流失加剧，骨骼强度受影响，腿部肌肉力量也随之减弱。确实，缺钙在引发腿部无力方面难辞其咎，但当我们经过专业检测，排除这一因素后，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及时深挖背后可能潜藏的其他疾病隐患。为何膝盖会突然软一下？关节炎。慢性关节疾病中的骨关节炎与类风湿性关节炎，堪称膝关节稳定性的两大杀手，极易诱发瞬间无力感。就拿骨关节炎来说，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其患病率高达50%以上。岁月的侵蚀使得关节软骨磨损、骨质增生，膝关节的根基动摇，稳定性大打折扣。而类风湿性关节炎则十分狡猾，它不受年龄束缚，能在任何年龄段悄然来袭，通过侵蚀关节滑膜，引发关节炎症、肿胀，进而让膝关节在不经意间缴械投降，瞬间软弱无力。韧带松弛或损伤。膝关节四周的韧带如同紧密交织的安全网，牢牢守护着关节稳定。其中前交叉韧带和后交叉韧带更是重中之重。运动员在赛场上的激烈对抗、高强度体力劳动者日复一日的繁重劳作，都让他们的韧带时刻处于高负荷状态。一旦遭遇意外扭伤、过度牵拉，韧带就可能松弛甚至断裂。据不完全统计，专业运动员群体中，每年因韧带损伤就医的人数占比可达10%至15%左右。受伤后的膝关节仿佛失去了缰绳的野马，稳定性骤降，时不时就会软一下。半月板损伤。半月板宛如膝关节内的一对弹性护垫，起着缓冲震荡、维持关节稳定的关键作用。在羽毛球的快速变向、篮球的急起急停、足球的大力射门等需要膝关节突然扭转发力的运动中，半月板极易受到挤压、撕裂。临床数据显示，约60%至70%的半月板损伤都与这类运动相关。受伤后，患者在膝关节屈伸时，不仅会感觉卡顿，还会明显感到力量断档，仿佛膝关节瞬间泄了气。髌骨软化症。髌骨软化症多见于年轻的运动健将以及长期从事膝关节高负重劳作的人群，像经常负重长跑的运动员、长时间蹲着作业的装修工人等。这是由于髌骨软骨长期承受过度压力，或是遭受外伤，引发软骨退化、损伤。有研究指出，此类人群中约30%至40%会在日常行走或上下楼梯时，频繁遭受膝关节无力感的困扰，每走一步，膝盖都好似在抗议。肌肉疲劳。当我们长时间站立或行走，又没能给身体足够的休息时间，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就会不堪重负，陷入疲劳状态。想象一下，连续逛街几个小时的场景，腿部肌肉持续紧绷，能量消耗殆尽，此时膝关节就像失去了肌肉保镖的护卫，稳定性直线下滑，出现瞬间无力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好在这种因疲劳引发的症状，
只要坐下或躺下，短暂休息10至15分钟，便能得到有效缓解，让腿部重新恢复活力。5个行为是在给膝盖上刑，尽早改正。1. 负重爬楼梯和爬山。爬楼梯时，膝关节承受的压力本就相当于体重的3至4倍，若是再背上沉重的背包，手提重物，那压力瞬间飙升，如同给膝关节套上了沉重的枷锁。以一个体重70公斤的人为例，空手爬楼梯时，膝关节受力约210至280公斤，若负重10公斤，受力将陡增至240至320公斤。长此以往，关节磨损加剧，受损风险急剧攀升。2. 久坐不动，爱翘二郎腿。长时间久坐不动，膝关节宛如一潭死水，代谢率降低超 30%， 血液循环也变得缓慢，营养物质难以送达，代谢废物堆积如山，关节功能逐渐退化。而翘二郎腿这个看似惬意的小动作，实则暗藏玄机，每次敲腿都会让膝关节一侧承受额外 20% 至 30% 的压力，日复一日，关节软骨就在这悄无声息的重压下加速磨损，为日后的关节问题埋下祸根。3. 经常在水泥地上跳绳。水泥地面对冲击力的消化能力近乎为零，跳绳时，每一次落地，膝关节都要独自承受巨大冲击。实验表明，与在塑胶跑道跳绳相比，在水泥地上跳绳，膝关节受到的冲击力峰值能高出 50% 至 60%， 这无疑是对膝盖的暴力打击。选择塑胶跑道或铺上缓冲电子跳绳，才能给膝盖撑起保护伞。4. 突然剧烈运动，不做热身。平日缺乏运动的人，关节、肌肉就像久未启动的机器，僵硬而缺乏灵活性。若贸然投入剧烈运动，膝关节瞬间面临高强度冲击，损伤风险瞬间飙升。据运动医学统计，约 70% 至 80% 的运动损伤都与热身不充分有关。充分的热身如同给关节、肌肉热身、松骨，能有效降低运动伤害。5. 长期穿高跟鞋。高跟鞋虽能增添女性魅力，却也是膝盖的隐形杀手。研究发现，女性穿着5厘米高跟鞋在楼梯上行走时，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可达体重的7倍。若是鞋跟更高，压力还会进一步攀升。同时，高跟鞋还会改变人体正常的力线分布，加速膝关节软骨软化，让膝盖在美丽的代价下变得脆弱不堪。3. 2个动作预防膝盖发软。1. 靠墙静蹲。首先，双脚平稳分开，宽度与肩膀平齐，与墙面保持约30厘米的舒适距离。接着，缓缓屈膝下蹲，如同坐在一把无形的椅子上，根据自身感受微调膝盖弯曲度，直至膝关节与大腿前侧微微紧绷，恰似给腿部肌肉上了一道紧箍咒。在此姿势下，坚持30秒至2分钟，期间腿部酸胀感渐起，不必慌张，这正是肌肉发力的信号。待酸胀难忍时，慢慢站直身体，全程保持自然呼吸，让气息平稳流淌，如同给腿部注入源源不断的能量。2. 弹力带深膝抗阻。以身体右侧为例，先自然站立，将右腿膝关节微微弯曲，仿若拉弓预射。随后，在小腿绑上弹力带，这小小的弹力带就像一位隐形陪练，提供恰到好处的阻力。紧接着，卯足劲将小腿伸直，对抗弹力带的拉扯，感受腿部肌肉的强烈收缩。到达最大伸直位后，稍作停顿几秒，再缓慢放松，回归初始状态。建议每日进行2-3组训练，每组重复8至12次，过程中呼吸均匀，让每一次动作都成为膝盖的守护力量。总之，膝盖作为人体行走、运动的关键枢纽，需要我们悉心呵护。了解膝盖发软的缘由，摒弃伤膝行为，坚持预防锻炼，
才能让我们的双腿稳健前行，畅享活力人生。